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夏人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爱情可以被科学的量化吗？我们今天这场讨论的关键词是量化关系。什么是量化关系 （quantified relationship） 呢？它指的就是用统计计量的方式来量化两性关系，从而实现对两性关系的优化。简单说，就是一种爱情计量学或者爱情工程学。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科学发展啊，有个底层的线索啊，就是把事物给量化。当事物可以用数字来衡量，这样就可以做比较，可以做实验，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和升级。从而呢，我们就可以据此对未来进行预测，为我们的行动提供指导。基于这样的定量研究呢，我们才能把火箭送上天，才能研制出治疗疾病的药物，才能制造出各种家电，才能设计网站和程序等等等等。那么既然定量研究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是否应当把这种科学的思路啊进一步引入我们的感情生活呢？我们对我们的爱情啊进行量化，会不会提升我们的感情生活的质量呢？其实啊，咱们在现实之中啊，一直都在使用这种爱情计量学，只不过呢，之前用的那种模型啊，都特别粗糙啊，比如说什么生辰八字啊，什么星座血型啊，什么 MBTI 人格啊，这种模型啊，颗粒度都比较粗糙，它的信度和效度都不够，对吧？你说这个天秤座和水瓶座般配，就这么一说而已，他俩凭什么般配？也没个信得过的科学原理啊。但是现在基于大数据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就能让两性关系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和优化。咱们给爱情上科技。大家都看过这个《黑镜》第4集啊 ，Hand DJ 讲的就是科学相亲的故事啊，就是系统搜集了2个陌生人的海量的数据和信息，然后呢又通过海量的算力进行大数据模拟了这2个人1000次的爱情关系，其中有998次2个人都会通过重重考验，最终依然选择相守在一起。于是系统就判定这2个人的匹配度高达 99.8%。试想啊，如果真有这么一台算力足够大、数据足够多的超级计算机给你当红娘，它给你推荐了一个最佳伴侣人选，这不就相当于把你上一辈子另一半推荐给你了吗？我们之前有一期大问题节目呢，讨论过这个 AI 伴侣机器人啊，就是为你量身定做一个特别适合你的 AI 伴侣机器人啊，这也是在讲给爱情上科技啊。但那个选题呢，稍微有点科幻，因为制造出非常逼真、非常智能的人形伴侣机器人啊，估计还有好些年才能实现。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量化关系啊，是在我们现有的活人之中，通过大数据啊、基因测量啊等等这种现在已经成熟了的科技手段优化两性关系，这可就一点也不科幻了，这在现实中是已经开展的业务了。比如说呢，美国最大的几个婚恋交友网站，包括 eHarmony 以及 Match.com 等公司啊，都使用了大数据技术收集用户的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个性特征、兴趣爱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量化的指标。然后呢，通过心理学家多年研究出的匹配模型，在海量的用户后台里面给你推荐最为合适的伴侣人选。这个用户反馈表示啊，这些通过大数据手段进行的匹配啊，2人最终结成伴侣的成功概率更大，而且呢，2人婚后的关系也更为融洽。除了匹配两性关系之外啊，在维系持久和谐的伴侣关系方面啊，也有很多公司做出了量化工程学方面的优化。比如说 Sex Tracker、Sex Keeper 等这些手机应用啊，会通过智能手环跟踪你和你伴侣的性生活的数据啊，包括这个使用的体位啊、高潮的次数啊、持续的时间啊、燃烧的卡路里量等等等这些量化指标，然后呢，给你2口子提供改良的建议，对不对？大家都用过这个健身应用 Keep， 对不对？做爱也是 Keep 哦。除了和伴侣在性生活方面的优化啊，就是平常的一些互动啊，也可以通过量化关系的方式加以优化。就比如说呢 ，Canoodle 和 Carbly 等手机应用啊，会记录关系中的浪漫举动啊，包括购买礼物啊、举办约会啊、准备晚餐啊、揉揉肩啊、倒垃圾啊等等举动，据此呢给用户分配积分，然后呢通过游戏化的方式鼓励你去做任务升级啊，给你的浪漫举动加积分。你看，和你老婆在一起本身就像是一款养成类游戏，这样多有意思啊！而且呢，这些应用啊，会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啊，提醒你什么时候该做出一些浪漫举动了。这就相当于 Keep 里面有个 AI 私人教练啊，放到这个两性关系方面啊，也就相当于是爱情教练，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啊，提醒你，这个时候啊，该称呼一下你老婆宝贝喽，这个时候呢，该去主动倒垃圾来表现优秀丈夫喽，这个时候呢，根据对你老婆手机上刷的视频的数据监测啊，今天晚上啊，你应当陪老婆看这部电影喽。对吧？有这样的爱情教练能够随时随地的帮助你啊。一呢是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啊，帮你维系好爱情；二呢，它带来的好处啊，就是省事儿。你知道吗？就是你甭成天在那猜呀，就我老婆今天到底想要什么，你就甭猜了。就像我们常说的，大数据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大数据也比你更了解你老婆，你就按照大数据爱情教练的指示去做就好了。
好，大致介绍完量化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今天这期大问题节目啊，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量化关系好吗？这样给爱情上科技好吗？这种被量化了的、大数据化了的、科技化的爱情，是我们想要的爱情吗？关于这个大问题呢，今天将会分享3个不同的派别来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分别是以科技思想家凯文·凯利和蒂姆·费里斯等人为代表的支持派，以哲学家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以及以哲学家维贝克和尼霍尔姆等人为代表的开放派。本期节目会分别讲述他们的不同看法，最终需要你来评一评哪种看法更有道理。而在正式进入会议正片之前，插播一句话，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成为我们频道的付费会员我们的付费会员有什么权益呢？我们为付费会员提供讨论服务，每天我们基于腾讯会议一个话题，一群朋友一起讨论成为会员的方法以及我们这个付费社区的具体介绍，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关键词会员这2个字即可收到。好，会员广告打完，下面进入本期大问题讨论的会议正片。首先有请支持派出场。在正式介绍支持派的观点之前先做一点说明本期节目里面提到的你和你女朋友干嘛干嘛，或者说你和你男朋友干嘛干嘛，这并不一定非得站在什么男性凝视女性的视角，或者站在什么女性凝视男性的视角我只是为了表达简洁，我就不啰嗦的说什么 he or she him or her 什么 LGBTQ+ 了，性别互换道理是一样的。好，做完说明我们就来介绍支持派的看法。这个支持派认为用科学计量的方法来量化爱情是好的。那在说这个好不好之前这个支持派首先需要说明能不能的问题，也就是首先需要说明爱情是能够用科学方法量化的。所以呢，这个支持派一开始就需要先科普一下关于人类两性关系的一些科学研究，我们需要从科学上定义清楚什么叫做爱。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提出过著名的爱情3角理论，也就是说呢，好的爱情有3个要素构成，也就是激情 passion、亲密 intimacy， 还有承诺 commitment。就是如果一段爱情关系这3个要素都满足的话，那这就是好的爱情这3个要素我们一个一个看第一个激情，主要就指生理上的吸引和性吸引，简单说就是互相看对眼，也就是看脸。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我们喜欢上一个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首先吸引我们的就是对方的颜值、对方的相貌嘛。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长得好看的人，那么问题就在于怎么科学的界定好看呢？这科学研究发现好看的脸都具有对称性。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科学实验就是把好多不同的人脸通过这个照片合成技术合成成一张脸，那么这张脸就会很好看，合成的人数越多，这张脸就越好看。这就证实了之前说的嘛，对称的脸就是好看的，对吧？因为对不同的人的脸的合成合成出来的就是一张平均的脸，这平均的脸就是对称的脸嘛。那为什么对称的脸就是好看的脸呢？这就是一种健康的标志，说明这个人体内有更少的寄生虫和病变，这就是一种好基因的标志。它向外释放了一种信号也就是和我交配能够繁衍出同样好基因的宝宝。那当然了，所有人都喜欢这样长得好看的相貌，所以呢，人类的审美都是普世的。这个白人的美女呢，在你看来也是美女；这个黑人的美女呢，在你看来也是美女，对不对？这就是大自然进化出来的普世的美。那这是不是说我们找伴侣完全就是颜值竞价咯长得最好看的帅哥和长得最好看的美女结婚，然后长得次好看的帅哥和长得次好看的美女结婚，然后依次往下长得最不好看的男的和长得最不好看的女的结婚？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人和人之间对于相貌的审美还是有差异的。这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都喜欢长得好看的人，这不假。但是呢，这个每个人喜欢的好看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长得确实挺好看的确实是个帅哥，确实是个美女，但是他的好看就没长在你的点上，你对他就没有那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是哪来的呢？科学研究发现，关键点就是对方在长得好看的基础之上，还需要和自己的相貌有一定的相似度，也就是所谓的自我相似面孔 facial self resemblance。刚刚提到的那个把不同的人脸合成成一张平均脸，那么这张平均脸就是好看的这个实验呢，你之前肯定听说过但是呢，你有可能没听说过另外一个实验，就是在刚才那张合成的平均脸的基础之上，再合成一张人脸的照片，被试就会认为这张合成之后的照片比起之前那张平均的脸更好看。那么这个再合成的是哪张人脸的照片呢？那就是你自己的照片。所以呢，我们喜欢的人是在符合普世美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和自己有一定的面孔相似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夫妻相嘛。
注意哦，这个夫妻相不是两个人长期相处以后长得越来越像啊，而是人们从一开始就喜欢选择和自己有外貌相似度的人做配偶。那么为什么我们喜欢和自己有外貌相似性的呢？有科学研究发现啊，一个人对于相貌的审美啊，取决于你童年时期生活在什么样的社区里边。比如说呢，一个美国的华人小孩，如果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华人社区里面，那么他长大以后就大概率会和华人结婚；而如果他从小生活在一个白人社区里面呢，那么他长大以后大概率就会和白人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人对相貌的审美啊，是在童年窗口期植入的。你童年时期最经常接触什么样的人，你长大以后就会觉得这样的人是好看的。那我们童年时期最经常接触的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嘛，但是呢，由于这个威斯特马克效应啊，也就是人天性中的一种乱伦禁忌，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对从小和自己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人啊，无论有没有血缘关系，都缺乏性吸引力。也就是说呢，我们不会真的爱上和我们从小一起生活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但是呢，我们长大以后找对象呢，却是下意识的会找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外貌相似的人。那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外貌相似，其实也就是和自己外貌相似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和自己有一定外貌相似度的人的原因。所以说到这个呢，这个有情人终成兄妹的狗血剧情啊，还真是有科学依据的呀。就是你在茫茫人海中终于找到一个相貌上互相吸引的人，结果最终发现对方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妹妹，这是说得通的啊。因为对方和自己有外貌相似度，所以对自己是有吸引力的，但又因为失散多年，从小没有在一起长大，所以逃过了威斯特马克效应。所以我们说回来啊，人们虽然喜欢相貌好看的，但人与人之间的审美是有差异的。也正是因为此呢，才为我们的科学匹配提供了条件。我们就可以通过量化的手段，比如说通过人脸识别算法，给你推荐外貌好看并且和自己有一定相似度的伴侣人选嘛，也省得你在这个相亲交友网站划了半天照片都划不出一个有感觉的对象，那直接按照爱情算法给你推荐一个能和自己互相看对眼的，这样多省事儿。而且说的是外貌方面的择偶吸引力啊。此外呢，科学家对择偶的研究啊，已经深入到了基因层面了，也就是基因相亲技术。就科学家发现啊，人类的基因序列里面啊，有一组 MHC 基因啊，全称叫做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基因啊。这个 MHC 基因以特定方式相匹配的人呢，生出来的宝宝免疫力更强，患上癌症的概率也更低。所以呢，当你遇到一个和自己 MHC 基因相匹配的人呢，你就会莫名其妙的觉得对方特别有吸引力，甚至觉得三观都一致，各种聊得来，就是想要和他在一起。那你是怎么觉察到对方 MHC 基因和自己相匹配的呢？科学研究发现是通过气味，这种气味就是一种携带了基因信息的信息素，确认过气味遇到对的人。1995年在瑞士进行了那场著名的捍卫 T 恤实验，实验人员呢在大学校园里面挑选了49位女生和44位男生，让每位男生连续2天穿着同一件 T 恤，从而在 T 恤上留下自己的体味。2天过去以后，留有男生体味的 T 恤摆在了女生面前，让女生逐个用鼻子闻。研究发现，各个女生最喜欢的气味就是来自于自己 MHC 基因最相匹配的那个人。但是呢，你如果是在茫茫人海之中用鼻子嗅出那个与你气味相投的人，那简直太难了。且不说你鼻子哪天感冒呢，对方身上使用的香水也会干扰你的正确判断，这都加大了找寻到合适伴侣的难度。而现在呢，利用基因相亲技术，你直接吐口吐沫，然后邮寄到基因相亲公司，人家在他的海量基因数据的后台里面，直接给你匹配一个最合适、最投缘的伴侣，甚至呢，你都没必要约个时间线下见面确认一下，对吧？你要相信科学，基因匹配对了，那肯定就是对的，不用提前验货，直接给你来一个此日送达。那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质疑了，这之前说的都是外在方面的匹配啊，可是我们找伴侣可能一开始是看脸但以后的相处更多是看内在是否相合对方是否和我性格相合有共同的三观、共同的语言，能否聊得来，这些内在的因素更重要这其实呢，也就是对应于爱情三角理论里面的第2个因素，亲密。正是因为对方跟你聊得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三观，你才会觉得和对方相处很舒服，就是想要和他待在一起这更多是内在的因素。那要说到这些内在的因素，那大数据技术可做的就太多了。不多说，你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你自己，大数据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刚开题的时候已经举了一些现实中的应用了就是通过智能设备包括智能手机、智能手环以及以后还会出现的各种智能穿戴设备，再加上万物互联的物联网的发展你的各种身体指标、行动数据都会上传到云端的数据库里面，然后呢，心理学家和数据专家就可以据此分析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偏好，给你 match 到一个跟你最有共同的三观和共同语言的伴侣无论你是 INFP 还是 ESTJ， 是支持罗尔斯还是支持洛奇克，是喜欢肖战还是喜欢蔡徐坤，是喜欢吃甜豆腐脑还是喜欢吃咸豆腐脑，大数据都能给你 match 到你的灵魂伴侣。而且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怪咖，无论你有什么样怪异的癖好大数据都能给你找到对味儿的人
比如说呢，你有一个怪癖啊，你喜欢拿西兰花蘸着甜豆腐脑，然后喂进对方嘴里，很变态吧？但是呢，通过大数据相亲呢，真能在市面上找到一个喜欢被人把蘸着甜豆腐脑的西兰花喂进嘴里，那你们俩不是天生一对天作之合吗？量化关系技术就是要把散落在茫茫人海中的你的另一半给你找到，并且次日送达，你看多省事儿啊！大家都看过美剧《生活大爆炸》，对不对？还记得 Sheldon 和 Amy 最初是怎么相识的吗？就是 Howard 和 Raj 这两人呢，把 Sheldon 的各种数据和信息都输入了一家科学相亲交友网站，然后呢，网站通过大数据的算法给 Sheldon 匹配了 Amy。最终呢，我们都知道两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要知道啊，Sheldon 是一个大部分人都讨厌的怪咖，很难找到有人能够忍受 Sheldon 这种怪异的性格的。而 Amy 呢，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她相貌平平，性格孤僻，生活中都没什么朋友的。这个普通到近乎自卑的小姑娘啊，只能躲在房间里面，期盼从学习中寻找一点满足感。而就是这两位怪咖呢，正好彼此合适。如果在现实中的话，如果不运用这种高科技的量化匹配手段的话，这两人相遇的概率啊，低到几乎不可能。现实中的 Sheldon 和 Amy 啊，很可能因为各自特殊的性格和经历而打一辈子光棍。要说到这个打光棍啊，如果你对找伴侣这事儿是有要求的话，什么叫有要求呢？就是你以寻找一种合适的亲密关系为目标，而不仅仅是凑合过日子、互相耗费为目标啊。那么现代人打光棍的概率还是很高很高的。有一个计算机大神啊，就是一个计算机语义学家特里斯坦·比勒，在1999年写了一篇著名的博客文章，叫做《我为什么永远不会有女朋友》啊。文中通过一整套数学推理的方式，证明了自己永远都找不到女朋友啊。证明的逻辑是这样的：当时全世界总共大约有30亿名女性，然后这30亿名女性中呢，在发达国家里面应该能够上网联系到并且能够见到的女性有6亿，然后在这6亿女性中呢，与自己年龄相仿的18岁到25岁的适婚年龄的女性有6000多万，然后在这6000多万的女士中呢，米勒加入了自己的择偶标准啊，他觉得自己长得并不难看，而且呢是个计算机大神，有钱也有地位，他就想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那在美貌方面呢，对方的颜值应当超出人群平均水平的2个标准差，所以呢，全球就有148万多的女士符合要求。然后在才智方面呢，毕竟米勒是个计算机科学家嘛，另一半得有点智力才能聊得来嘛，所以呢，米勒认为他的伴侣的智力应当高出平均水平1个标准差。那么这样的话，全球就剩下23万多的女士符合标准的。然后呢，这其中还得是单身的，这就剩下11万多了。然后呢，这其中还得是也会喜欢米勒的，这就剩下18726名女士符合要求了。你别看这18726这数字看起来不小啊，但这些女士们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茫茫人海之中的。所以结论就是，如果米勒每周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去到当地与其中一名女性约会相亲的话，那么得耗时67年。那时候估计米勒已经死了，而且他的那个真命天女估计也已经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文章的标题：我为什么永远不会有女朋友？但是现在如果给爱情上科技，运用量化关系技术，米勒就没必要碰运气去找伴侣了，而通过科学的方法直接给你 match 一个最合适的伴侣。如果你对找伴侣这事儿是有要求的，目标是给自己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伴侣，那么量化关系技术能够让你少走67年的弯路啊。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一个概念叫做 incel 啊，全称是 involuntary celibate， 就是非自愿单身者啊。这些非自愿单身者是指这样一种男性群体啊，他们渴望拥有伴侣，但却求而不得。于是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对这个社会，尤其对女性心生怨恨。有些 incel 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措施来报复社会啊。最近这些年，时不时就有 incel 通过恐怖袭击的方式报复社会的新闻啊。incel 的理念当然是错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啊，就是那些心生怨念的 incel 中啊，其实他们的条件并不差了，而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条件其实还不错，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所以他们才有怨念，才有仇恨嘛。如果我们发展普及量化关系技术啊，让这些其实能够找到女朋友，但由于运气不好没能遇到合适的人的男性 incel 找到他们心里的另一半，这也是一件能够减小社会暴力因素，改变这些男性对女性怨念和仇恨的好事儿啊。咱就不说 incel 这么极端的群体的，就说我们大部分的宅男宅女，这平时就很宅，而且呢极度社恐，不好意思主动去结识恋爱对象啊。但是呢，这些宅男宅女啊，却是内心极度闷骚的人。其实啊，只要熟识了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啊，他们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缺的就是那个第一步，主动打招呼认识对方的敲门砖。这在他们看来是特别尴尬的活儿。那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极度社恐，他们都应当打光棍吗？对吧？就像这个 Sheldon 和 Amy 这样的天生一对啊，由于社恐嘛，那就算他俩住隔壁，都不敢主动去结识对方，这显然不合理嘛。所以呢，有了量化关系技术啊，我们这些渴望爱情的宅男宅女，就可以把这些我们并不擅长，但其实也没啥意义的尴尬的活儿啊，
外包给机器，让机器替我们去互相节食，我们就可以略过节食，直接到熟食，直接变可爱就行了。说实话，这个量化关系最大的好处在哪儿啊？好在它省事儿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最大好处嘛，就是效率，就是把没有意义的浪费时间的活儿外包给机器，这是真省事儿啊。要知道啊，人类花费在爱情试错中的时间和精力啊，真是太多了。大好青春、大好时光都在寻寻觅觅、患得患失、辗转反侧。而且呢，很多时候费了半天劲还找错了，浪费了自己的感情，更重要的，浪费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时光。有的都已经有孩子了，想离还离不了，两个人只能硬挺着互相煎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而有了量化关系技术，我们就可以省略掉这些寻寻觅觅、患得患失、辗转反侧的麻烦和痛苦，把这些都外包给机器。我们人呢，因此就可以做到一步到位，快速 match 到你的 missed or miss right。那也许就有人会质疑的，说这个现在这个计算机的算力啊还是有限的，收集的数据也有限嘛。那这个量化关系技术啊，到底能不能一把就给我找到那一个 missed or miss right？ 这其中会不会有偏差？说不定推荐的那一个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对于这个问题呢，确实呢，目前的算力和数据确实发展还有限啊，很难说一步到位就给你匹配到全天下最适合你的那一个啊。但是呢，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之上啊，还是能够大大优化我们找到合适伴侣的效率啊。这个方法就是系统同时给你推荐好多个略有不同的合适伴侣的人选，对吧？风险抵消策略嘛，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嘛。然后呢，你同时和这几个候选人约会，注意哦，依然是通过量化关系技术从这几个候选人中筛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我说的这个并不是科幻啊，这个业务在现实中已经有了。有一款 APP 名叫 Bernie 啊，它是一款基于交友软件 Tinder 的一个助手应用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 Tinder 就是左滑右滑用户的照片嘛，这个左滑就是不喜欢，右滑就是喜欢嘛。当两个人都互相右滑对方的时候，这两个人就 match 上了啊，就可以点对点聊天了，然后聊得投缘了啊，就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说什么线下约会什么的。但是呢，有一个名叫 Justin Long 的美国程序员啊，觉得这个交友方式啊还是太低效了，于是呢就开发了 Bernie 这个助手应用啊。这个 Bernie 呢会根据你对相貌的偏好，在 Tinder 上自动右滑你感兴趣的照片啊，然后呢基于 AI 技术自动和对方进行一些基本的聊天，并且自动向对方发送你的线下约会的邀请。你看自动化多省事儿啊！此外呢，有一款 APP 叫做 Couply， 就是在你同时和好几个不同的候选人约会的时候啊，它会给你科学排期啊，这个礼拜一和小芳约会，礼拜二和小圆约会啊，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啊都给你排好了啊。当然啊，这个小芳和小圆他们各自都可能有各自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排期啊，所以呢，这个科学排期系统啊，这个不同的人啊是岔开的啊，均匀分布，雨露均沾，非常科学啊，相当于是这个科学翻牌子啊。而且呢，系统会收集你的伴侣候选人的各种数据指标啊，包括颜值啊、学历啊、宜人性啊、性行为的体验啊、什么高潮次数、持续时间、燃烧的卡路里等等等等，这些数据指标都列出来了。根据你跟他们的约会的体验啊，他们的积分会实时更新。最终呢，每个人的后台啊都有一份积分排行榜啊。这礼拜呢排第一的可能是小芳，那下礼拜呢小圆就后来居上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角逐和迭代，这个最适合你的伴侣不就被科学的筛选出来了吗？那有人又说了，这之前说了半天啊，都是在说怎么样匹配到合适的两性关系。可是爱情并不仅仅是相识就够了呀，还需要维系的持久啊。那否则这个恋爱谈不过3个月就分手了，你这也不是什么好的爱情嘛。这其实也关系到之前提到的爱情三角理论里面说的第3个要素——承诺。那要说到维系的更为持久和谐的爱情关系方面啊，量化关系技术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啊。确实呢，爱情关系的维系是需要经营的，而不是像小时候读的童话故事里面说的那样，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然后两个人就能自动白头偕老了。白头偕老是需要经营的。要知道啊，现在的离婚率之所以这么高啊，很大原因就是有些人结婚以后啊，都疏于经营和自己伴侣的关系啊。而这不是说结婚以后人就变成大猪蹄子了，而是说啊，生理因素热恋过后啊，激情肯定会减淡的嘛。激情减淡以后，疏于经营关系，结果导致关系冷淡，最终破裂。而离婚的时候呢，你也后悔啊，说早知道我平常日子里面就好好对我老婆了。但是平时啊，你确实工作也很忙，对于经营伴侣关系啊，确实也很难事事都考虑周到。但是呢，有了量化关系技术以后啊，你就可以把这些对你的伴侣的体贴和照顾外包给 AI 人工智能啊，就像这个钢铁侠里面的超级 AI 助手贾维斯那样，你也可以拥有一个 AI 超级爱情教练啊，就比如说呢，
大数据监测到你老婆今天例假来了，贾维斯就会提醒你，该给老婆泡一杯姜茶了，对不对？比如说呢，大数据监测到今天是你和你老婆第一次亲密接触的10周年纪念日，那贾维斯就会提醒你，今天下班以后共进晚餐的时候呢，穿上10年前的同款衣服。你看，这样你和你伴侣的关系能不好吗？不都说嘛，泡妞的最高境界是泡自己的老婆。有了这个 AI 超级爱情教练，你就会成为那个最高境界的泡妞高手。而且呢，就是在你们两口子的性生活方面，量化关系技术也能够提供切实的帮助哦。我们开题的时候也提到，做爱也是 keep 哦。就你每周应当和你的老婆做几次爱，是白天好还是晚上好，用什么体位，通过你俩手上戴的智能手环什么高潮次数、持续时间、燃烧的卡路里等等等等，这些数据指标都能够监测记录下来。而且呢，根据你不同的这个数据表现会给你提供迭代升级的建议比如说这次是不是该换换体位了是1357更好，还是2468更好，还是77777更好这些 AI 都会给你提供成绩单。而且呢，如果使用量化关系技术帮你经营爱情就能打破家庭和事业之间的两难，在你每天辛勤工作干好事业的同时，还能维系一段和谐美好的伴侣关系，那就不存在什么 family or career 之间的纠结选择了，做到家庭事业两不误。比如说呢 AI 提醒你，这时候呢该给客户打电话了，这时候呢电话就给你自动拨通了，而且呢 AI 连话术都给你写好了，然后打完电话以后呢AI 又提醒你今晚要陪老婆看最新上映的电影哦，直接连这个电影票都给你订好了，下班的时候专车直接停在公司门口，直接送你去电影院，连这个精心挑选的小礼物都放在装车上了，见到老婆以后直接送给她。你听到这可别笑说这还算什么爱情关系呢？这不就是机器人在帮你谈恋爱吗？这还是纯粹的爱情关系吗？这种质疑都属于是小学生式的思维，哪有什么纯粹的爱情关系好的爱情关系都是人为的经营出来的。所谓的纯粹的爱情只存在于童话故事里边说什么不能给爱情上科技，爱情必须是纯天然的，爱情必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都是看小说看的。天上掉下来的往往不是爱情，天上掉下来的往往是摘星星。好，这个知识派说到最后我们还是来说一说知识派的理念。他的理念就是一种极客精神，也就是工程师精神，优化、优化再优化大家做过这个产品经理或者程序员的话，就知道这种极客精神。最近这些年呢，在硅谷风靡一阵量化自我的运动。简单说呢，就是通过各种智能穿戴设备，将自己的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和状态都数据化比如说你的身体指标包括心跳、血糖、体脂率等等等等。然后基于这些数据呢，建模，然后做各种优化，使得你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本期节目中我们讲的这个量化关系其实也就是量化自我运动在两性关系方面的延伸这个硅谷极客圈里面有一种人自称是生活黑客 Life Hacker 也就像一个计算机黑客一样黑进生活这个系统，然后提高生活效率，优化生活方式，提升生活质量。著名的生活黑客有蒂姆·费里斯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每周工作4小时》，介绍了他通过各种量化管理的技巧，实现一周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就能完成所有的任务了。还有一位著名的生活黑客就是科技思想家凯文·凯利，他也正是刚刚说的量化自我运动的发起者。凯利的诉求就是通过各种可利用的工具帮助我们观察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从而实现量化，然后呢就能在量化的基础上实现不断的迭代和优化。荀子有言，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我们既然可以利用科技工具帮助我们优化工作方式，优化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当然也应当利用好科技手段来优化我们的感情生活。优化这些事情是为了省下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外包思维嘛。科技的发展能够让我们人从简单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更能发挥人的价值的事情。同样，科技的发展也能让伴侣之间从一些琐碎的事情上解放出来，从而腾出手来直接去爱，真正去爱。量化关系能够让我们直接接触真正的爱情，这就是支持派的看法，你同意吗？好，介绍完支持派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反对派的看法。在这里插播一段会议说明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一个单向输出的科普或哲普节目我们更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本期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关键词量化关系，你就会收到一个微信群二维码。对本期议题感兴趣的朋友会在这个群里面把本期大问题研讨会继续开下去，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
这第二个派别反对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当然马尔库塞是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量化关系的，但是呢，按照马尔库塞的哲学观点，他肯定是会反对量化关系的。马尔库塞的哲学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异化。在马尔库塞看来，通过技术手段来量化爱情关系，这就是爱情的异化。什么是异化呢？异化这个概念呢，是马克思在讲人的劳动异化的时候提出的，然后又被马尔库塞进一步的发展。当然在马克思和马尔库塞的哲学里边异化有很多层面的意思，但在本期量化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只需要知道异化的一层关键意思。异化就是本来是目的的东西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的手段了，这种本来作为目的的事物手段化了，这就是这个事物异化了。那什么叫做本来是目的的事物呢？就这个事物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你做这个事儿呢，就是为了做这个事儿，你不再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了。就比如说呢，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你享受美食就是为了享受美食，享受美食本身对你而言就是享受，对吧？你不再为了什么其他的目的而享受美食了，你不会说我享受美食呢是为了完成领导给我的指令，所以呢，为了更快更好的完成领导的指令，我需要优化我享受美食的效率。享受美食这事儿是没有什么效率可言的，只有作为手段的东西才能上效率，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享受美食真的是为了完成领导的指令呢，领导给你下了 KPI 了，你1周之内必须打卡全北京50家网红餐馆，那这个时候享受美食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就异化了。享受美食这事儿对你而言就不是目的的，它就成了一件为了完成领导的指令的手段呢。这时候你就要考虑提升享受美食的效率了，你得多快好省的享受美食，你冰冷无情的享受美食。那这么来看的话，量化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爱情的异化。之前说了，异化就是本来是目的的事物手段化了。你想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本来追求爱情呢，就是为了爱情本身，我们向往爱情不再为了其他什么了，所以呢，爱情是无所谓效率可言的。但是呢，量化关系就使得爱情有效率可言了，因为爱情不再是目的本身的嘛，爱情手段化为各种身高、颜值、基因和行为数据，以及各种拥抱次数、亲吻次数、买礼物次数、做爱时发出的分贝等等等等这样的 KPI。为什么爱情被异化了，被手段化为一系列爱情动作的 KPI 了，就不好了呢？因为本来是目的的东西一旦变成了手段，就会变质，就会败坏，就没那味儿了。你想是不是这样？就比如说劳动的异化吧，就是你本来是一个，比如说视频博主吧，你喜欢做视频，就是喜欢进行这样的劳动哪怕不挣钱，你也喜欢做个视频给别人看，对不对？但是呢，你一旦被某个 MCN 机构雇佣了老板给你下了 KPI 了你每个季度必须上线多少条视频必须涨粉多少，必须营收多少，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是为了做视频而做视频呢，那你还会喜欢做视频吗？再比如说呢，你本来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这个爱学习不是指你是个听老师和家长的话才爱学习的意思而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对学问和知识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就哪怕没人指使你你自己也会自学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呢，有一天老师和家长跟你说你学习必须要有 KPI， 你要优化你的学习效率，本学期呢必须考到多少分，你在班级的排名必须达到多少名，2年以后的高考呢必须考到1本分数线。你想想面对这么些个 KPI， 你还会爱学习吗？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哪怕是一个本来就爱学习的孩子经历了这么一通对学习效率的优化，只会变成厌学的孩子。那同样的道理，爱情的异化也是这样嘛，就是爱情本来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你爱你的伴侣，你下班回家以后呢，出于对他的爱而吻他。但是有了这个量化关系技术，你一下班系统提示你该吻你老婆了，吻一下会增加你在系统里的爱情积分。那你到底是为了爱而吻你的老婆，还是为了打怪升级而吻你的老婆呢？你想想看，你上班的时候面对一大堆 KPI 老板让你干这个，老板让你干那个，这都让本来爱这份工作的你呢，开始讨厌自己的工作了。现在你下班以后还有一大堆 KPI AI 爱情教练提醒你要带老婆去这家餐馆约会提醒你到餐馆时应当点这个菜提醒你今天是丈母娘的生日，应当当着老婆的面给丈母娘打电话庆贺生日，烦不烦呢？这倒不是说你不应当疼爱你的伴侣而是说你疼爱你的伴侣是出于你本来就想要这么做，而不是系统指使你要这么做。如果系统总是这么给你下 KPI 的话，就像前面说的那个本来爱学习后来厌学的孩子一样，你反而会讨厌你的伴侣了。对爱情的计算呢，只会破坏爱情。如果你强行把爱情还原为一些可被计量的指标什么拥抱的次数亲吻的次数买礼物的次数做爱时发出叫声的分贝等等等等这样的 KPI 我们就会忽视那些无法被计量，但却又是影响爱情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且呢，如果我们只关注这些可被计量的要素这就使得爱情可被管理，或者换个说法，可以作弊。
因为一旦我们要按照这种可被计量的要素去优化爱情的话，那么必然就有人会为了打怪升级而不停的卡 bug， 这也就是所有 KPI 制度会带来的弊端嘛。就比如说呢，如果系统规定主动帮伴侣倒垃圾会提升你的爱情积分，那么人们肯定会为了加分而不停的倒垃圾，结果你就成了一台垃圾处理机器。一旦给一项事物规定 KPI， 它就会异化，它就会败坏和变质。正如应试教育培养的不是人才，不是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而是做题家。那同样的道理呢，量化关系塑造出来的并不是好的伴侣和情人，量化关系塑造出来的是性爱机器人。就比如说呢，你使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来帮助你疼爱你的老婆这个 AI 系统提醒我今天是老婆来例假的日子系统还替我点了一份姜茶送给老婆这个系统提醒我了，老婆今天肩膀肌肉发酸我今晚应当给她揉揉肩，等等等等。你老婆呢为此很满意很感激，还给了你一个拥吻，看起来呢你们俩很恩爱的样子。但其实呢，你老婆平时也在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来爱你系统提醒出老公给我点了一份姜茶，于是自动下单买了一条领带送给老公系统识别出老公给我揉肩了，于是提醒我应当做出拥吻的动作。合着你们两口子这是在干嘛呢？这是你们两口子在互相谈恋爱呢，还是你们各自的 AI 教练在互相谈恋爱呢？你们俩不就成了 AI 的傀儡了吗？机器帮你们俩谈恋爱，你们俩就成了两具行尸走肉，就成了两台机器人。在之前那期讨论性爱机器人的节目里面我不是分享过一个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笑话的改编版吗？就说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每个人都有一台和自己特别合适并且特别智能的性爱伴侣机器人。于是呢，人与人之间的约会的情景呢，就比如说我和小芳之间的约会呢，这个情景就是他把他平时用的枪装进我的枪套里边，也就是我们俩各自的性爱机器人在隔壁屋翻云覆雨，我俩就在阳台上看看风景喝喝茶，就直接进入贤者模式啦。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试图使用量化关系技术让爱情科技化，这就是用机器取代人，而让人成为机器的部件，这就是人的异化。那这时候呢，支持派会反驳说，不对我们使用量化关系技术并不是把爱情手段化了呀，我们使用量化关系依然是为了实现和维系更好的爱情爱情在这里依然还是目的但问题在于，什么叫更好的爱情？这怎么定义怎么测量呢？你们支持派不都是搞量化的吗？那更好的爱情有量化的指标吗？是不是说如果达到了这个所谓的更好的爱情你们就立即给自己拔管子，就再也不用量化关系技术了吗？还是说即便达到了所谓的更好的爱情你们依然会使用量化关系技术，再把这个更好的爱情持续优化成更好的爱情呢？要知道你一旦在爱情中引入手段和目的的链条，这个链条会无限延伸下去，最终吞噬掉一切本来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这才是异化最可怕的地方。异化没有中间态，一旦异化，其结局就是全面异化。就比如说呢，支持派中的那些生活黑客们提倡通过科技的手段优化生活，提升生活的效率他们给的理由都是就是我们优化生活效率是为了省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且更有意义的事情这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但是请问什么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比如说呢，你周末在家吃了个小火锅吃享受这种在家吃火锅的感觉。不过后来呢，你觉得这样还是有点麻烦，还不如叫个外卖来的更方便，对不对？因为这样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且更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你再进一步想其实这个点外卖也还是有点麻烦。为了省下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且更有意义的事情，你需要再度优化生活，提升生活的效率。你再进一步想如果这个科技再发展吃一颗药丸就能管饱1个月，打一针就能管1个月不用睡觉，那会不会省下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呢？你再进一步想如果啥事儿都外包出去包括这个读书学习外包给速效学习软件，婚恋外包给量化关系应用，工作挣钱外包给人工智能，你终于省下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了。但是这省下的大把时间精力，你该用来干嘛呢？等死吗？要知道人生的意义本来就在于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你亲自去吃饭，亲自睡觉，亲自谈恋爱，亲自工作，亲自失恋，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本身就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如果你把这些事情都优化了，都给外包出去，那你活着还干嘛呢？一旦在生活中引入这种效率思维这种效率思维就会毫无节制的扩张，最终吞噬掉所谓的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意义会被效率瓦解。现在这个互联网行业不是有个梗吗？就是裁员的时候不说裁员，说优化我们要优化我们公司的人员配置。这个梗呢，对量化关系也是一样的，优化爱情最终就会消解爱情。
爱情的意义就在于亲自去体验爱情的方方面面啊，包括亲自在人海中结识交往对象，亲自去吸引，亲自去追求，亲自去维护。当然也包括亲自去体验失败，亲自去体验爱情的痛苦。我们追求爱情就是要亲自体验这些事情啊。这个支持派啊，他总有一个幻想或者说是妄念，就是他们所谓的优化爱情啊，就是妄图通过科技的手段剔除掉爱情的不确定性，以及剔除爱情过程中可能有的痛苦啊。就是爱情有让人痛苦的一面，就是我寻寻觅觅总是找不到最合适的对象啊，就算找到了呢，也可能会分手失恋。爱情这方面好痛苦啊！我们通过科技的手段优化一下爱情吧。但是呢，这种优化爱情的幻想啊，套用齐泽科的话说啊，就是不含痛苦的爱情呢，就好像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脂肪的冰激凌一样，不存在这样的爱情的。爱情必然是包含痛苦的。你如果真要把爱情优化的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以及完全没有痛苦，那你不如直接去购买一台性爱机器人。好，这就是反对派的看法。我们反对量化爱情啊，是因为一旦把爱情 KPI 化了，爱情就会被消解了。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当我们上班劳动是为了完成 KPI， 我们下班消费也是为了完成 KPI， 我们还是为爱情保留一点最后的纯真吧。好，介绍完反对派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开放派的看法。在开放派看来啊，前两派啊都在谈量化关系好不好，就好像我们已经先有了一个确定的关于爱情的价值观了啊，他们都已经为爱情预设了一种确定的本质了啊，然后呢，我们拿着这个确定的爱情观，反过来衡量量化关系这个技术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个好的爱情观啊。所以呢，支持派和反对派的底层逻辑啊是一样的，就是关于什么是好的爱情是有个确定的答案的啊。比如说之前提到的爱情三角理论啊，如果一段爱情关系呢，激情、亲密和承诺这三个要素都能满足的话，这就是个好的爱情。只不过呢，它们的区别在于啊，支持派认为量化关系技术啊能够更快更好的实现这种好的爱情，而反对派则认为量化关系技术会使得这种好的爱情异化变质。但是开放派与前两派都不同啊，开放派认为爱情哪有什么确定不易的本质呢？爱情的本质一直都在流变之中啊。就比如说呢，100年前，人们认为爱情关系的实现啊，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现的。那时候哪有什么自由恋爱的爱情观？那时候的自由恋爱都被视为是伤风败俗的、大逆不道的。但现在呢，再也不会有人这么看了，对不对？再比如说呢，20年前网恋啊，也就是通过互联网结识恋爱对象，被认为是匪夷所思的。但是现在你说我的爱人是网上认识的，这已经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了，对不对？这100年间、几十年间，人们关于爱情的观念改变如此之大，而推进这些观念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技术的发展。通讯技术让你结识更多的陌生人并产生合作啊，无论是工作上的合作还是婚恋上的合作，都成为了可能，对吧？我们中学时候都学过马哲，正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爱情或者两性关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被更底层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而社会存在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爱情关系当然也会随着社会存在的演变而不断变化，而在这个社会存在中，技术硬件的发展当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变量。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说过，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及谋生的方式不断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对吧？仿照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说书信产生的是包办婚姻，铁路和电报产生的是自由恋爱，而大数据则产生了量化关系。既然我们的爱情观这种社会意识是随着技术的变迁而不断演化的，那么在开放派看来，用现有的价值观去评判一种技术发展是好是坏，这就属于是本末倒置、刻舟求剑了。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我们地球人想象啊，比我们多发展了好几百万年的高等外星文明，他们如果开发金矿的话，也是用来做金锄头。这就属于是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了。不是先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然后以此来衡量量化关系技术，而是反过来，是先有量化关系这个技术，这个技术会改变我们的爱情观。这么说倒不是说这个开放派和支持派就一样了，这两派之间的底层立场是不一样的。支持派认为量化关系会更好的实现现有的爱情模式，因为对于支持派而言啊，他们秉持了一种技术中性论。
什么是技术中性论呢？就是说呢，技术本身啊，它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价值中立的，是价值无设的啊，也就是技术是不含价值判断的，它本身无所谓好或者坏。就比如说呢，一把菜刀，它本身有啥好或坏的呢？它带来什么后果，取决于我们人的价值，就是我们人拿它去做什么啊？如果人拿它去切菜做饭，那就是好的；如果人拿它去砍人，那就是坏的。但这把菜刀这个技术工具本身是不含任何价值的。所以在支持派看来呢，我们人已经有确定的爱情观了啊，比如说三角理论说的激情、亲密和承诺啊，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好的爱情观。而像大数据技术啊、基因测量技术啊、人工智能技术啊，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看我们用它来做什么。如果我们用它来帮助我们快速有效的实现好的爱情观，那这种技术就应当服务于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呢，在持技术中性论的支持派看来啊，工具本身是不具备价值的，是人的价值决定了工具的价值，工具用成什么样是由人决定的。但是马尔库塞等人代表的反对派会否认技术中性论。反对派认为技术并不是价值无设的，技术本身是自带价值的，并不仅仅是人的价值决定了工具的价值，人对工具的使用也会反过来改变我们人的价值。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由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啊，我们才有可能谈恋爱啊，也就是在结婚之前先谈恋爱的可能。要知道，在古代哪有条件给你谈恋爱啊？过门之前都没见过面的，大有人在。再比如说呢，像微信摇一摇啊和附近的人的出现啊，就使得陌生人之间的婚恋交友成为了可能。要知道啊，以前人谈个恋爱啊，那叫做终身大事，对于婚恋特别小心谨慎啊，各种考察，各种验证，女怕嫁错郎，男其实也怕娶错新娘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人谈恋爱，不说特别轻率吧，也是相当轻率，大概看对眼就行。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是因为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如果找到不合适的伴侣，分手以后再找的成本大幅降低。开放派在这一点上啊，和反对派一样啊，也是认为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我们对技术的使用本身就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在于啊，反对派认为啊，技术的使用呢，使得我们本来所谓正常的、自然的价值观变坏了啊，也就是异化了。但开放派则认为，没有所谓正常的、自然的价值观，没有天然正确的价值观，人的价值观本来就是一直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演化无所谓变好或变坏。其实啊，每个时代都会有人杞人忧天的批判技术的发展啊，说技术的发展会毁掉我们人类。早知卢德运动就是这样啊，到我们今天也是啊。我们现在总担心短视频会毁掉青少年，正如我们的父母当年担心电视机会毁掉我们一样。但是我们的生活被电视机毁掉了吗？并没有啊。同理，当今的青少年也并不会被短视频毁掉。这么说倒不是说开放派就和支持派一样的啊，要支持运用科技实现我们的美好爱情，并不是的。在开放派看来啊，技术会改变价值观，我们运用量化关系技术实现的爱情啊，很可能是连支持派都不能支持的了。那时候支持派可能就会变成反对派了。所以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其实是一伙的。在开放派看来啊，无所谓，技术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技术不可避免的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你去支持也好，反对也罢，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开放派啊，倒是希望支持派和反对派所共同保持的现代爱情观啊，赶紧毁灭吧。这个开放派啊，讲求拥抱变化，拥抱变化呢，恰恰就是为了打破支持派和反对派所共同保持的单一的、通用的、普世的现代刻板爱情观的暴政，对吧？现代人谈个恋爱啊，好像只有一种模式，好的爱情呢是有标准答案的啊。我们对爱情都抱有一种刻板的叙事啊，就是找到那个和自己最合适的另一半，然后就实现幸福啦。但是好的爱情就只有这唯一的标准模型吗？爱情有这种普世的公式可循吗？这种刻板的叙事啊，就是一种坑人的玩意儿。就比如说呢，很多现代人刚开始遭遇爱情的时候啊，就很上头，很恋爱脑啊，陷入了爱河，感觉要把自己整个人都交给对方了。但是这种激情会在后来逐渐减淡，甚至消失。于是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感觉很幻灭，于是哭着喊着说啊，你变了，你不再是我原来爱的那个小甜甜了，然后选择分手，说自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但你想啊，你为什么会幻灭呢？恰恰就是因为你对爱情抱有一种通用的理想化的模板和公式，这恰恰就是中了现代刻板爱情观的毒了。谁说爱情一定要这样的？并不是啊。所以呢，为了打破现代刻板爱情观的暴政，开放派对量化关系技术是持拥抱态度的。这一点呢，是和支持派一样的。但开放派之所以持拥抱态度啊，并不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实现现代刻板爱情观，恰恰是为了消解掉它。这一点呢，反倒是和反对派的判断是一样的。
在开放派看来啊，技术的应用啊，即便使得现代爱情观完全消解了，这也无所谓啊，赶紧毁灭吧，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有多元的新型的爱情模式。就比如说呢，有人就把维持一段爱情关系呢，当成是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和健身价值的方式啊，通过这个量化自我技术啊，没事儿算一算性爱频率啊，算一算自己的心率变化啊，再比如说呢，有人可能就适合一种凭借利益关系维系起来的爱，没事儿算一算对方什么学历啊、身高啊、家产啊等等数值，认为数值匹配有利可图，这份关系就能进行得下去。再比如说呢，有些人就合适不停的短期约会，但是就不发展长期关系，这种不断寻求新鲜感的爱情模式啊，等等等等，这些不同于现代刻板爱情模式的多元的新型的爱情模式，为什么就不可以让他们百花齐放呢？而量化关系等等这种技术的发展，就会为我们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提供新的理解、新的价值，就会为这种新型爱情模式的实现提供可能。好，这就是开放派的看法。简单总结，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爱情的本质。我们的爱情观啊，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我们不应当像支持派和反对派那样，以现有的爱情观去衡量技术的发展，这是刻舟求剑，本末倒置。随着新技术的出现，现代爱情观不可避免的会改变，就让现代刻板爱情观赶紧毁灭吧。好，介绍完开放派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量化关系大问题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介绍了3派关于量化关系问题的不同看法。简单总结一下，支持派认为我们应当发展普及量化关系技术，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匹配到合适的伴侣，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维系更为持久和谐的伴侣关系。科技就是一种解放人的力量，就如它能够提升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它也能够提升我们感情生活的质量。反对派认为，如果使用量化关系技术来优化爱情，就会让爱情这个本来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手段化为冰冷无情的数据和指标，这就是爱情的异化。开放派认为，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爱情观，人们的爱情观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量化关系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打破现代刻板爱情观。今天我们分享的这4个派别对量化关系的看法，你认为哪一派更有道理呢？或者关于这个大问题，有没有你认为更有道理的解答？我们之前那期关于 AI 伴侣机器人的讨论呢，更多是在探讨用科学的方法能不能量化爱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更多是在讨论用科学的方法量化爱情，这样好吗？这样的爱情是你想要的爱情吗？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